今天我们来聊聊现代人身体里的一团隐形之火。医生们说，这团火源自我们每天吃的某些美食，它们正悄悄破坏体内的肠道菌群，引发慢性发炎。慢性发炎与急性发炎不同，就像体内有团不灭的火苗，日复一日的灼烧组织与器官，最终可能引发各种疾病，心血管疾病、第二型糖尿病、关节炎，甚至癌症和失智症都和这种慢性发炎密切相关。而点燃这把火的最大元凶，竟然就藏在我们日常餐桌上。想象一下，早晨您咬下一口松软香甜的甜甜圈，下午喝一杯冰凉的含糖饮料，晚上或许再来份酥脆可口的炸鸡。这些食物入口时带来满满幸福感，但谁能料到，它们正在体内埋下隐患。我们的肠道首当其冲，肠道里居住着数以兆计的细菌，组成一个微型生态系，这就是著名的肠道菌群。在健康状态下，肠道益生菌占上风，帮助消化食物，制造维生素，并与免疫系统合作保护我们。然而，当我们大口享受高糖、高油的加工食品时，肠道内的生态平衡开始倾斜，有益菌遭到打击，坏菌和酵母却得到养分，趁机大肆滋生。益菌们原本维护着肠道壁的保护屏障，但现在这道屏障变得薄弱不堪。一旦肠道菌群失衡，紧接而来的就是肠漏问题，也就是肠道通透性升高。原本应该被挡在肠壁外的未消化物质和毒素，如今渗透过受损的肠壁进入血液，就像城墙出现漏洞，让敌军长驱直入。我们的免疫系统猛然拉响警报，四处寻找入侵者，结果却因为敌人源源不绝而陷入长期战斗状态，导致全身性慢性发炎持续存在。也许你会问，到底是哪些食物如此可怕，竟被称为发炎元凶？它们真的就藏在我们每天的饮食中吗？让我们揭开它们的真面目，可能有些你天天都在吃。首先要点名的头号嫌疑犯就是精制糖。甜滋滋的糖是许多人难以抗拒的诱惑，但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却一点也不甜蜜。吃下过多的糖，血糖会快速飙升，胰岛素被迫大量分泌，长期下来容易导致胰岛素阻抗和发炎反应。同时，糖还是坏菌最爱的养分。每当我们喝下一罐含糖饮料或吃完一块蛋糕，肠道里的有害细菌和酵母菌就像打了强心针，繁殖得更快，而那些有益菌反而遭到挤压，数量和多样性都逐渐减少。换句话说，糖是在喂养我们体内的坏人，饿死守护健康的好人。科学家惊讶地发现，长期高糖饮食会显著降低肠道菌群的多样性，让原本繁荣的菌丛变得单一脆弱。对肠道菌生态来说，多样性就如同雨林的物种丰富度，越单一就越脆弱失衡。更糟的是，糖在代谢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晚期糖化中产物和自由基，它们会攻击血管内皮，损伤组织，进一步推波助澜慢性发炎。细看人类历史，我们和糖的关系出现了惊人的转折。几百年前，糖是贵族的奢侈品，普通人一年也难得尝上一点甜。西元1700年时，据记载，平均每人每年摄取的糖不到2公斤。然而，经过工业革命和食品工业的发展，糖变得无处不在。糖果、糕点、饮料、调味酱料中都加满了糖。到了2000年左右，人均年摄糖量暴增到60-70公斤，短短300年间增长了30多倍。试想，我们的祖先从未遇过这样的场景，身体的每个细胞忽然被淹没在前所未有的糖洪流中。我们的基因和肠道菌群来不及适应这种改变，于是糖成了现代人体内一颗甜蜜的定时炸弹。难怪20世纪以来，肥胖、糖尿病等慢性病迅速攀升。糖虽然美味，其实早已被许多专家称作慢性发炎的头号帮凶。接下来这位也是餐桌上的常客反式脂肪。反式脂肪是透过人工氢化植物油制造出的产物，曾广泛用于人造奶油、面包点心和各种油炸食品中。过去食品工业钟爱反式脂肪，因为它便宜，不易腐败，能让饼干薯片更酥脆，糕点更酥香。然而反式脂肪对人体的伤害，如今早已证实，它会增加坏的胆固醇，降低好的胆固醇，极大提升心血管疾病风险。
而在慢性发炎这件事上，反式脂肪也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。这种异化的脂肪酸会嵌入我们细胞膜，让细胞膜变得僵硬易碎，细胞沟通受阻，容易诱发发炎反应。同时，反式脂肪也不利于肠道益菌的生存。有些研究发现，高反式脂肪饮食会扰乱肠道菌相，使有益菌数量下降。更糟的是，反式脂肪一旦吃进身体里，很难快速代谢掉，会长时间滞留，造成持续性的损害。试想，一块美味的千层酥皮点心，里面的反式脂肪可能让它酥到掉渣，但吃下肚后却可能在你体内留存数月之久，持续对细胞和血管造成影响。幸运的是，近年来许多国家已意识到反式脂肪的危害，纷纷立法禁止或限缩它的使用。然而，在禁令全面实施前，你我仍需睁大眼睛，小心市售零食和烘焙食品的成分标示。如果成分表上出现部分氢化油等字眼，那就是反式脂肪在作祟，千万少吃。谈到油脂，不得不提另一类常被忽视的问题角色，高 Omega-6 植物油。我们的身体需要脂肪酸维持机能，其中 Omega-6 和 Omega-3 必须取得平衡。Omega-6 存在于许多常见植物油中，如大豆油、玉米油、葵花籽油等适量的 Omega-6 对健康有益。可是现代饮食中 Omega-6 的摄取量普遍过高，远远超过 Omega-3。过多的 Omega-6 会在体内转化为促发炎物质，例如促进发炎的前列腺素，使身体更倾向发炎状态。而且很多植物油在高温煎炸时会产生氧化产物和自由基，直接伤害肠道黏膜。你是否有注意过，一锅油炸了太多次会变得又黑又黏？那些变质的油里充满有害物质。当我们吃下经过高温油炸的食物，不仅摄入了大量 Omega-6， 还可能把这些氧化后的油毒一并吃进肚子，长期累积下来，肠道黏膜不胜其扰，保护力下降，慢性发炎就在所难免。所以，虽然炸鸡薯条闻起来让人口水直流，但它们实际上是蕴藏自由基风暴的炸弹，经常食用等于在身体里埋下发炎的引线。再来看看加工肉品，培根、香肠、火腿、热狗，许多人难以抗拒的美味。加工肉品通常含有高量的盐和各种添加剂，如亚硝酸盐。亚硝酸盐可以防腐，防止肉品变色，但它在体内可能形成亚硝胺这类致癌物质。高盐则会改变肠道环境的渗透压，过咸的环境可能让某些耐盐的有害菌得到优势。此外，吃太多盐本身就会使血压上升，血管内皮受损，引发发炎反应。研究显示，经常食用加工肉品与大肠、直肠癌等疾病风险升高有关，背后机制之一正是持续的慢性发炎和肠道菌群失衡。想象一下，早餐几片培根配香肠，午餐夹火腿的三明治，晚上来点腌肉烤串。如果日复一日如此，肠道里的有益菌大概要哭泣了。高盐、高脂又夹带化学添加物的环境，简直让益菌无立足之地。对我们人类来说是美食，对肠道里的菌群来说却仿佛是场浩劫。最后一项，称它为发炎大杂烩毫不为过，那就是超加工食品。这类食物几乎囊括了上述所有坏处的集合：高糖、高盐、劣质油脂、添加剂、防腐剂、人工色素，应有尽有。想想平常最常见的垃圾食物，披萨、炸鸡、薯片、蛋糕、汽水、泡面、方便食品等等，它们往往不只含一种问题成分，而是集合了多种发炎来源。一块工厂制造的蛋糕可能同时富含精致面粉和糖、人造奶油、人工香精色素。再比如一份素食套餐，汉堡里有加工起司和腌黄瓜、培根肉排、白面包，配上炸薯条，再来一杯可乐。这一餐下肚，几乎把前面提到的所有发炎因子一网打尽。然而，很多人却把这当日常，甚至一天好几餐都是超加工食品。不少年轻人从早到晚几乎不碰天然食物。早餐巧克力、谷物片加甜牛奶，午餐炸鸡配可乐，晚餐泡面加火腿，宵夜再来包洋芋片和含糖饮料。长此以往，身体怎能不出状况？有个真实的案例发人深省。科学家做过一项实验，找来一位20出头的年轻志愿者，
让他连续10天只吃素食麦当劳餐点，观察对他肠道菌群的影响。短短10天后，检测结果令人大吃一惊，他肠道中的有益菌种类锐减了近40%，许多原本健康肠道里丰富的好菌几乎绝迹，整个菌群生态遭到毁灭性打击。10天就产生如此明显的变化，可见超加工食品对肠道菌的破坏力是何等惊人。如果我们从童年起到成年乃至中年都习惯这样的饮食，那肠道早已千疮百孔，慢性发炎更会如影随形。既然慢性发炎的始作俑者找到了，那我们该如何逆转这场灾难呢？难道要从此与美食绝缘吗？仿佛人间处处是地雷，不吃又活不下去，吃了又怕害了自己，听起来很绝望。别急，其实大自然早就为我们准备了解药，只要掌握天然的逆转术，我们完全可以扑灭体内的火苗，重建健康的肠道生态。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调整饮食，断绝火源。就像救火先要关掉瓦斯，移开易燃物一样，我们要先减少摄入那些引发发炎的食物。精制糖、含糖饮料要能戒则戒，不能完全戒掉，也至少大幅减少。用水果的天然甜味来取代蛋糕点心，逐渐让口味清淡下来。反式脂肪和高温油炸物更是能免则免。如果特别想吃酥脆口感，不妨试试用烤箱烘烤代替油炸，或者选择含健康油脂的坚果来解馋。高 Omega-6 的精制植物油可以换成健康油脂，例如橄榄油、酪梨油或适量的天然动物油脂。烹调时注意油温不过高，避免反复使用同一锅油。至于加工肉品和超加工食品，更是少吃为妙。把早餐培根换成水煮蛋或酪梨、全麦吐司，用真正的食材取代加工食品。一开始或许不习惯，但当你慢慢增加新鲜蔬果、优质蛋白和全谷杂粮的比例时，味觉和身体都会渐渐适应并感受到好处。多吃蔬菜、水果、坚果、全谷、豆类和深海鱼这些抗发炎食物，它们富含纤维、维生素、Omega-3 等，可以帮助对抗发炎。同时，富含多酚和抗氧化物的食材，例如绿茶、莓果、姜黄等，能中和体内自由基，相当于给身体配备灭火器。在改善饮食的过程中，你很快就会发现，健康的食物其实也能很美味。清甜多汁的水果，爽脆可口的时蔬，生鱼片的鲜美，坚果的浓香，大自然提供的纯粹滋味，绝不逊色于人工调制的重咸重甜。第二步，补充益生菌，重建军队。既然坏菌大军曾经在肠道肆虐，我们就要派出援军，也就是补充益生菌。益生菌有很多途径摄取，市面上有各种益生菌补充剂，但更简单经济的方法是直接食用含天然益生菌的食物。例如每天喝1小瓶优酪乳或养乐多，里面的乳酸菌能增加肠道有益菌的数量，或者来一碗无糖优格，加点水果坚果，就是美味又富含益生菌的点心。再有，传统发酵食品是极佳的益生菌来源，例如韩国泡菜、日本味噌、德国酸菜、纳豆等等。这些食物在发酵过程中滋生了大量有益微生物，每吃一口都像在为你的肠道添加新兵。有人也会选择服用高单位的益生菌胶囊，直接吞下几十亿甚至上千亿益菌。不管用哪种方式，目的都是让原本萎缩的益菌阵营再次壮大起来，重新占领肠道的高地。当好菌增加，坏菌自然就无法嚣张，肠道的生态平衡才能慢慢恢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不同的益生菌菌株在人体内扮演不同角色，有些专门调节免疫，有些促进消化产生维生素。因此，均衡摄取各类益生菌很重要，不要永远只补充同1-2种菌种，可以轮流或混合不同来源的发酵食品，让肠道菌香更丰富多元。第三步，善用发酵食物和高纤维食物。培养好菌，仅仅把益生菌吃进去还不够，我们还得喂养它们，让它们在肠道安顿下来，生根壮大。益生菌的最爱是膳食纤维，特别是所谓益生元，蔬菜、水果、全谷杂粮、豆类、海藻等都富含纤维。当我们摄入足量纤维，肠道中的好菌就有充足的食物可以分解发酵，产生对人体有益的物质。例如，
益菌在分解膳食纤维时会产生短链脂肪酸，像丁酸这种物质是肠道细胞的能量来源，能够滋养肠道黏膜，修复肠壁，还能减少发炎反应，一举多得。因此，我们要有意识地提高每日纤维摄取量，可以在三餐中加入各色蔬菜、菇类、海带、豆制品，以糙米、燕麦、地瓜等全谷杂粮代替精致白米白面，把零食从洋芋片、饼干换成高纤水果，例如苹果带皮吃或坚果。起初改变饮食时，肠道可能会有个适应过程，比如纤维突然增加，可能让你放屁变多，肠子咕噜叫，那其实是益菌在开心地宴会呢。慢慢的，当好菌势力变强，肠道环境恢复健康，这些症状也会减少。除了纤维，前面提到的发酵食品在这一步同样功不可没。发酵食物不仅本身含有益生菌，还包含了发酵产物，例如有机酸、酶和各种益菌代谢出的营养，它们可以调节肠道酸碱值，让坏菌不易生存，同时为好菌提供适宜的环境。可以说，发酵食物是建立良好菌相的秘密武器。如果能养成习惯，餐餐来点小菜，早餐配杯优格，午餐来勺韩式泡菜，晚餐喝碗味噌汤或纳豆拌饭，那对肠道的滋养实在再好不过了。第四步，帮助身体排毒，降低整体发炎负荷。我们的身体有自己的解毒系统，肝脏、肾脏、淋巴系统、皮肤和肺都在扮演排除废物的角色。可是，在长期慢性发炎的情况下，这些器官往往负担沉重。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温和的排毒方法，帮助身体清理战场，加速恢复。例如，多喝水是最简单的方式，充足的水分能帮助肾脏过滤血液，排出代谢废物，也促进肠道蠕动，防止便秘。一般建议成人每天摄取约2000毫升水，依个人体型活动量而定，让尿液保持淡黄色就是水分充足的标志。再者，可以适度进行断食休息，这不一定要很激烈的断食法，简单的例如间歇性断食，每天有连续14到16小时不进食，只喝水或无糖饮料，比如晚餐提早在傍晚6点吃完，隔天早上10点再进食，中间空腹16小时。这种做法可以给予肠道足够时间休息和自我修复。同时，断食状态下，身体会启动自噬作用，清理受损的细胞器和蛋白质残片，有助于减少发炎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摄取一些帮助肝脏解毒和抗发炎的天然食材。经典的例如姜黄，其中的姜黄素是强力的抗发炎、抗氧化剂，可以减少体内发炎讯号。大蒜含有大蒜素，具有抗菌抗发炎特性，还能增强肝脏酵素的解毒功能。绿茶富含儿茶素，多酚可以帮助肝脏解毒，并减轻自由基伤害。还有洋葱、十字花科蔬菜，像花椰菜、甘蓝菜等，都含有硫化物或植物化学物质，能促进体内解毒酵素的表现。适当使用这些天然草本和食材来调理身体，等于在发炎的战场上派出了救护队，减轻免疫系统的负荷。第五步，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步，调整生活方式，从根本改善体质。毕竟，人不是只有肠道在运转，全身的健康环环相扣。如果我们光注意吃什么，不注意生活习惯，发炎之火还是可能死灰复燃。首先是压力管理，长期处于精神压力下，身体会分泌大量皮质醇。短期看，皮质醇有抗发炎效果，但长期高皮质醇会让免疫系统失衡，反而令身体对小刺激都反应过度，诱发慢性发炎。而压力也会直接影响肠道的神经与激素调节，使菌群组成改变。所以每天抽点时间让自己放松吧，不管是深呼吸冥想、散步、瑜伽还是听音乐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抒压方式，放慢步调，让肠道和免疫系统都有喘口气的机会。再来是睡眠，睡眠是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。如果长期睡眠不足，例如每晚少于6小时，或睡眠品质差，身体来不及修复日间受损的细胞，发炎指标如 CRP、白介素负6都会上升。同时，睡眠不足还可能干扰喂养肠道菌群的荷尔蒙，让肠道节律被打乱。试着保持规律的作息，每晚7到8小时好眠，
让身体在夜间专心扑灭那些小火苗吧。最后，不要忘了运动，适度的运动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，能改善血液循环，增强淋巴流动，帮助把发炎产物带离组织。同时，运动还能促进肠道蠕动，有助益菌的均匀分布和肠道健康。研究也发现，经常运动的人肠道菌相多样性更高，这意味着一个更稳定强大的肠道生态。此外，运动和睡眠、饮食一样，能调节免疫功能，使其更加平衡，不会反应过度，也不会反应不足。换句话说，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在从整体上调教免疫系统，让身体不再动不动就起火。当我们把上述这些改变融入生活后，你会惊喜地发现身体正在发生转变。首先，明显感受的也许是胃肠功能改善，过去常有的腹胀、胃酸、便秘或腹泻等毛病减轻了，肚子不再经常翻搅不适，这是肠道菌群平衡后给你的第一份礼物。接着，体能和精神也会提升。慢性发炎下降后，许多人报告说感觉脑袋更清晰，白天精力更充沛，不再老是提不起劲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发炎状态会让人容易疲倦、脑雾。当炎症消退，整个人自然神清气爽。还有一项令人惊喜的改变，情绪。肠道被称为我们的第二大脑，肠道菌群会产生多种神经传导物质，比如血清素的很大一部分就在肠道合成。当你照顾好肠道，心情也跟着稳定开朗起来。许多研究指出，肠道菌相失衡和忧郁、焦虑等情绪障碍有关联。恢复菌群健康后，情绪状态往往会改善，而从长远看，慢性病风险也降低了。或许短短几个月的生活方式改变，还不足以马上治愈已存在的疾病，但它创造了一个更健康的内环境。例如，因发炎引起的关节疼痛可能减轻，皮肤炎症或过敏不再频繁发作，过去居高不下的血糖、血压开始回稳，这些都是身体在告诉你，逆转发炎正在发挥作用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暂且松一口气。慢性发炎这个全球健康杀手看似无处不在，但我们绝非无计可施。透过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，我们手中其实握有一把威力强大的灭火器。想象一下，我们曾经一度以为心脏病、糖尿病这些现代病是年龄和基因的宿命，但现在科学逐渐明朗，很大程度上它们是长期生活方式不当造成的，可防可控。这不正是件值得振奋的事吗？我们并非无力改变现状，每一次拿起或放下某种食物的选择，都是在决定我们体内的战争走向是助长那团炎症之火，还是浇灭它。或许有人会抱怨，清淡饮食哪有那么好吃？我情愿少活几年也要享受美食。其实呢，当你真正投入这个逆转过程后，你会发现味蕾也会进化。原本觉得清水煮菜没味道，但当舌头不再被浓油赤酱覆盖，你会品尝到蔬菜淡淡的清甜和香气。戒了一阵子高糖后，再吃一块蛋糕，可能觉得甜得发腻，习惯了少油，反而觉得食材本身的鲜美值得回味。届时你才会明白，我们被工业食品绑架的味觉终于重获自由。其实天然饮食本身自有其迷人之处，更何况健康带来的轻盈舒畅将大大提高你的生活品质，那种感觉绝不是一时口腹之欲能比的。当身体不再经常发炎，你会感觉仿佛重获新生，一觉醒来神清气爽，面容红润有光泽，走起路来脚步都轻快许多。总而言之，别再吃了，并不是要大家真的拒绝一切美味，而是提醒我们远离那些会慢慢吃掉我们健康的元凶。全球最强的发炎元凶，说到底就是充斥在现代加工饮食中的各种不自然产物。好消息是，解方就蕴藏在大自然赠予我们的食材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中。我们要做的只是回归本源，拥抱天然。当然，改变不是一触可及的，但每一天每一餐，我们都在为自己的身体做一个选择，是火上浇油还是火中浇水。请记住，身体的主人是我们自己。现在您已经掌握了天然逆转慢性发炎的术法，剩下的就在于实践。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的肠道一份礼物吧，少一点点糖，多一把绿色蔬菜，少一包零食，多一杯优格，早点上床睡觉，
抽10分钟伸展放松，点滴改变，最终都将汇聚成康复的洪流。或许再过些时日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当初那句别再吃了，已经不再是自我强迫的警告，而成了源自内心的选择。因为当你真正体验到健康清新的状态，你自然不想再回到过去浑浑噩噩被慢性发炎拖垮能量的日子。让我们一起与体内的隐形炎症说再见，迎接一个更健康更有活力的自己。记住，掌握了天然逆转术，你就掌握了主宰健康的钥匙。现在就让我们朝着没有慢性发炎的未来迈出坚定的一步吧。